你见过3年后的自己吗？如果没有，给我3分钟的时间，我将带你在潜意识当中去看到3年后自己的样子。在开始体验前，有2个注意事项。第一个，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安全，所以你需要对我完全的信任。第二个，每一次心灵之旅都是与潜意识沟通的绝佳时机，所以请你在放松或专注的状态下进行。先点赞后体验，养成好习惯，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。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，可以躺下，也可以坐下。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，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会有一阵放松的感觉。在按摩你的双眼，会缓解到眼睛的疲劳和压力。和我一起做3次深呼吸，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，请你想象将外部空气中所有的养分全部吸入到你的身体。当吸到最深处最饱和处时，再缓缓地吐出体外。每一次深呼吸都会让你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舒适。发挥你所有的想象，你正走在一条明亮安全的通道中，在通道中可以通过透明的玻璃看到外面的景象。在通道中每走一步都会让你越来越放松。你会向通道的尽头走去，在那里有一扇门，这扇门是什么颜色呢？每走一步，时间都会快速地流逝。你也会看到通道外的景象，在快速地发生变化。我会从1数到5，每数一个数，你都会离门越来越近。当我数到5，你会用你的方式打开这扇门，进入到另一个房间中。1，越来越轻松。2，时间在快速的流逝，景色在变化。3，在门的背后，你会看到3年后的你，是一个你想成为的样子，也是最完美的样子。4，你已经来到门前，你已经打开房门，进入到3年后的房间中。5，请你仔细观察这个房间有什么特别，请你仔细观察3年后的你是什么样子，它有什么样的特征，什么样的穿着，他正是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。我会给你一点时间，请你向他提问，我需要做哪些努力和改变，才可以成为你？他会告诉你他是用什么方式成为了现在的样子。可以将他对你说的话分享给我。当我数到3，你会带着答案和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。1、2、3。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。民间有句老话，好人没好报，祸害1000年。老好人的命一般都不会长久，处境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小人的命多半长长久久，处境也比老好人要好。前者凄凄惨惨，后者人才兼得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学会保护自己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矛盾的情况呢？只能说自私自利者压力不大，心态也比较好，轻轻松松每一天，那他们自然就能活得长寿美满了。唯有老实人太过于直率了，做事也不懂得变通，很难在这个世道混下去。
那他们吃大亏就是必然的结果了。老实到头也不过是沦为底层罢了。所谓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你对别人好，别人认为你好欺负，就会来拿捏你。如此岂不是形成了老实人永远受害的死循环了吗？有一个寓言故事，东坡先生与狼。东郭先生是一个读书人，心地善良。某一天，一头被追杀的狼求他施以援手帮助他，东郭先生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这头恶狼躲过了猎人的追杀后，就感觉到肚子有点饿了，便问东郭先生：我现在肚子饿了，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被我吃掉？望着恶狼蠢蠢欲动的模样，东郭先生终于明白了他的目的，那就是吃人。为了保命，他骑着毛驴一路狂奔。幸运的是，在路上东郭先生又遇到了猎人，在猎人的帮助下，恶狼终于被解除了通过，先生也保住了自己的小命。读完这个故事，有4点值得我们关注。首先，坏人通常可以拿捏好人；其次，好人越是退让，坏人越是得寸进尺；第三，吃人2字永远存在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竞争淘汰；第四，坏人被剪除不过是故事的剧情，现实中基本不存在。先来谈谈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坏人可以拿捏好人？就一句话，坏人没有道德底线，好人有极强的道德底线。有底线的人碰到没底线的人，那有底线的人就会吃亏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。刘邦就是典型的没有底线的人，只要能赢他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比如说一脚踢了儿子下车。项羽就是典型的有底线的人，不会在战场以外的地方杀掉刘邦。比如说鸿门宴上，项羽可以杀死刘邦100次，但他还是放过了刘邦，只愿在战场上取胜。过分的有底线，就犯了一个忌讳妇人之仁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，刘邦打败了项羽，统一了天下。其实刘邦不是坏人，项羽也不是好人，只是前者没啥道德感，后者道德感特别强罢了。这也是前者成功，后者失败的根源。小人拿捏老实人便是如此，别人诡计多端，他老实巴交，那别人拿捏他，不就是特别正常的事了吗？老实人有个特点，息事宁人，能忍就忍；小人有个特点，得寸进尺，咄咄逼人。说实话，老实人就像是一只羊，小人就像是一头狼。羊越是逆来顺受，狼越是得寸进尺，终有一天，狼就会把羊吃掉。唐宋8大家之一的苏洵，在《六国论》中写道：今日割5城，明日割10城，然后得意西安寝，岂是四境而秦兵诱之矣。在战国时期，函谷关以东的6国，每一次面对秦国的大军，都选择割城求和。今天割5座城池，明天割10座城池，只能够换来一时的安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秦国再次来攻，哪还有城池可割呢？6国不进则退，过分退让，秦国得寸进尺，兵锋更盛，所以秦国最后战胜了6国。苏洵的意思是，你越是退让，别人的贪婪之心越强烈，终究有一天会将你完全吃掉。在退后，
也有退无可退的那一天。老实人就犯了这一个大忌讳，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好果子吃，只能自食苦果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坏人被剪除？不过是故事的剧情，现实中基本不存在。原因很简单，老实人和小人都是相生相克的存在，没有老实人的衬托，小人就不会涌现；没有小人的衬托，老实人也不会出现。正如某位著名主持人所言，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它只是一道精致的灰，黑与白终究是相对的。真实的情况是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黑的一面，也有白的一面，黑白相融，世间平衡，形成了一道灰。在食物链中有一个说法，哪怕为了保护羊群，也不能将狼全部除掉。为什么没有了狼，羊群大量繁衍，就会将草地全部啃干净，破坏了生态，造成自然灾难。人类食物链以及动物食物链的存在，让好与坏、善与恶并存，如此而已。人能扮糊涂，但一定不能糊里糊涂，否则我们就成为了别人手中的牵线傀儡。哪怕辛劳一生，也不见得能拥有什么。有道是作恶有天收，人善有天赋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三类人，即便再善良再老实，也没有好下场。要留心一心软饭，烂的老好人江湖是吃老实人的江湖，世道是欺负善良者的世道。这话虽然寒人心，但却格外真实。现实生活里，你对别人好，不见得别人会对你好，更有甚者，别人还有可能欺负你。毫无底线的善良，不会变成你的加分项，只会变成你的负担和束缚。在人情世故上泛滥成灾的心软，只会成为你的拖累。薄情寡欲的人更有福报。鬼谷子曾说，知世故而不世故，立圆滑而迷天真。活得通透的人，他们不会觉得辛苦，也不会被无关紧要的世故人情牵绊。毕竟他们都知道，不要把一切看得太重，否则第一个吃亏的就是自己。人活一世，别把自己放在弱势的位置，要明白喂狗别喂饱，对人别太好，别活在自我摧残的内耗当中，去做一个薄情又现实的人，生活才会自在许多。二，经常劝架的和事佬。曾国藩曾劝诫后人，是非终日有，不听自然无。聪明的人一定要远离他人是非。有一类人，他们总是掺和进他人的家长里短中，出于好心去解决是非的事，殊不知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宁是深渊太久，也会被染成黑色。总在是非的漩涡里打转，生活也无法安宁。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有些时候，不是麻烦找上门，是自找麻烦。你总在帮别人处理是非，在他人心中就有了是非。一旦你做了不利于别人的事，以往没有处理好的事情，都会变成利刃戳到你身。我们总是说公道自在人心，可人心都是善变的，人脉都是跟着利益跑的。在没有绝对的实力和能力之前，不要插足别人的争吵，因为很多时候，你自以为的公道，并不是所有人眼中正确的事。为人者懂得灵活转变，遇事变通，不参与别人的争吵，不对他人的事情随意判断，
才能让自己活得更长久。三总在背锅的老实人，老实人身上都有一个普遍的特质，就是即便遇到了委屈，也不辩解，一味地埋头苦干，认为金子总会发光，所有的付出都会被人看见。但在现实里，努力和付出的人有很多，发光发热的也不在少数。真正能够被看见的，都是敢言敢干的人。总是被动等待别人的施舍和给予，则永远都会被埋没在等待的时光中。更有甚，他们面对栽赃陷害委屈也是忍气吞声，总以为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可是一味的容忍和退让，只会让委屈扩大。背锅的人没有好报。曾仕强教授也说，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，从来都只有相对的平等，没有绝对的平衡。公平只存在于理想国中，人世中的公平都要靠你自己来赚取。没有人会一直照顾谁的情绪，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，也要学会自己反击。就像黄渤在一次谈话中说，以前在剧组里，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小心机，但现在成名了，身边全是好人，每一张都是洋溢的笑脸。你强大时，整个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，而当你最弱的时候，世界上的坏人最多，也最容易受委屈。羊群再善良，也会被豺狼虎豹驱逐蚕食。一个人只懂得善良，不懂得处世之方，注定会被人伤害，辜负不得善终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善良，但不能软弱，也不能无限度容忍。懂得做一朵带刺的玫瑰，才是一个人的智慧所在。老实本来是一个褒义词，形容一个人忠厚，没有心眼，心胸坦荡。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说一个人是老实人，就好像在骂他，意味着他好欺负，是个冤大头。实际上，经常被欺负的老实人，也并不一定，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惨。老话说，吃亏是福，老实人后半生的福报，就藏在这5个字里，那就是为自己而活。为自己而活，首先要做到问心无愧。很多时候，老实人并非不知道他们吃了亏，也不是不知道别人在利用他们的老实和善良，但是他们却依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，就是因为他们所在乎的，并不是那一点点可以看到的利益，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心安。有些人打拼的目的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人生，追逐名利权势，但有些人，他们人生的意义，并不在于那些别人眼中所重要的东西，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问心无愧。所以他们即使知道这样的选择会伤害自己的利益，却依然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也许从短时间看，他们走的不一定有别人快，但是放到人生的维度中，你会发现他们是生活的最坦荡、最心安的那一群人。要知道，并不是所有的人向往的都是利益，总有些人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而生活，而奋斗。你要相信，善有善报，吃亏是福并不是一句毒鸡汤，而是老祖宗历经多年留下的宝贵经验。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凡事都有因果，只是不一定会那么快显现出来。也许那些老实人看起来此刻是吃亏的，但是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善意的选择，都会在未来的人生中给他们回馈。
有时候在你于危难之际，可以伸手拉你一把的，并不是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朋友，而是你从无意中的一个善举。所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，格局放开一点，不要只看到此刻的进退得失，而是要用一生来判断你的决定对还是错。老实人要学会保护自己，有时候老实人的选择看上去不知变通，比起别人投机取巧的做法，他们可能会吃一些亏，但是这样的做法未尝也不是在保护自己。这世上最远的路就是所谓的捷径，投机取巧注定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即使一时能够得到利益，但用不正当的方式得到的，在未来某一个时候总会让你加倍的还回去。老实人不是人群当中走得最快的那一个，但他们一定是人群中走得最稳的那一个。只要你踏踏实实，恪守本分，最起码你不会出错，你能朝着自己的目标安安稳稳地走过去。比起那些绕捷径的人，你的路可能长，但是一定是最安全的。老实不应该成为一个贬义词，也不应该成为被嘲笑的理由。本本分分做人，勤勤恳恳做事，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坚持的。不要被身边的喧嚣迷了自己的眼，为自己而活，跟随自己内心的坚守和步调，相信你一定可以到达自己成功的彼岸。而做人也切记一定不要欺负老实人。我身边的一位女性朋友，去年博士毕业，进入了一家央企，本是朝9晚5的工作，可能因为朋友人比较老实，也算是一个新手，被领导里里外外刁难了一遍，天天加班到半夜。领导确实只是刁难他，当时团队里的新人还蛮多的，脏活累活全是他来干，朋友全干了，没有任何怨言。有次朋友上班期间，母亲突发脑出血，向领导请假被拒绝，他也什么都没说。最后今年需要裁员的时候，领导把朋友裁掉了。朋友离职之后，做了一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他举报了这个领导，给全体同事写了一封非常难堪的举报信，句句属实。尤其是这个领导还招聘过一个连公司基本要求都达不到的人，就着这个人把这个领导狠狠讽刺了一番。这一讽刺就是2、3个月，公司全体上下不得安宁。最后朋友找了2个彪形大汉，把这领导揍了一顿，在医院里足足住了2个星期，搞到领导身败名裂，人财两空。正常人的报复顶多是发2句牢骚。朋友拿到裁员补偿的时候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大家当时依然觉得这个人太怂，所有人都想不到最后会发展成这种结局。老实人发飙真的是不会有任何的预兆的。朋友刚到公司的时候也是很有新人的灵性，只不过没有太多的自信，慢慢的就被领导边缘化了。其实他是个富2代，去工作也是体验生活，性格老实，长相十分贵气，不与人争也，许被保护得太好，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，又也许在他眼里，与这样的人相争不值得。他从未与人起过冲突，这是第一次做出这种出格的事。老实人大都是善良之人，孟子言：君子莫大乎，与人为善。君子最高的标准便是拥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与人为善
待人真诚。善良是一生的无价之宝，更是为人处事的基石。心善是做人的根本。三字经开篇即提到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人生在世。善良是根本。做人可以没有才华，可以没有金钱，但唯独不能没有善心。有这样一则小故事，一只蝎子掉入水中，老禅师伸手去捞，差点被蝎子蛰到。于是老禅师换了种方法，终于把蝎子救了出来。一旁的小和尚不解地问道：师父，蝎子想要蛰您，您却还要救它呢？老禅师缓缓说道：蝎子蛰人是它的天性，善良是人的天性，我不能因它蛰人，就丢掉了自己的天性。心善之人慈悲为怀，不会因他人的恶而丢失自己做人的品格和原则。善良是一种天性，心善是一种选择。心善就是选择了人性中的向阳面，选择了善良，即选择了人的天性，选择了光明。虽然人性的闪光只是刹那，但对善良的选择却是永恒的。人活一世，选择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是一生最大的财富。心善的人福气围绕。周易中提到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。善良不是一种表达方式，而是切实的行动。乐于行善的人会为自身以及家庭累积诸多福报。管仲曾经说过，善人者，仁义善治。一个人释放出去的善意，最终都会回归到自己身上。善良就像一束光，当你用光照亮别人的时候，也照亮自己未来的路。古语云：善为至宝，一生用之不尽。心作良田，百事好之有余。行善举之人，看似笨拙的付出，实则是大智若愚的智慧。善良是一种会循环的能量，选择善良，便是进入了一个正能量的磁场。付出辛苦，得到收获；付出善意，得到福报。行善多一分，福报自然深一分。心善的人自带光芒。曾子言：人而好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其远矣。心善的人，或许福报还未到来，但灾祸已经离远去。有一位妇人邀请风水大师来看自己的新家，路上有人超车，妇人也是不慌不忙，让他人先行。到小巷时，有嬉笑的小孩玩耍，妇人都细心礼让。到家时，后院突然有好几只鸟兽精飞起，大师刚准备入室，却被妇人拦下。妇人解释道：后院有果树，大概是邻居小孩在树上摘果子，等等再进去，切莫让小孩受惊，不小心摔下来。风水大师听闻后，告诉妇人，像您这般心善之人，无论在哪里居住，皆是好风水，无需再看。孟子可喻之为善，有诸己之为心，充实之谓美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，大而化之谓盛。意思是追求值得追求的东西，就叫做善。自己有善叫做性，善充盈全身叫做美，充盈并且能发出光辉，叫做大光辉。大到能感化天下人，就叫做圣。相由心生，境由心转。一个有所追求、不断行善的人，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充实，发出光芒。这种光芒既照亮了他人，也温暖了自己。所以心善之人自带光芒，
这种光芒可庇佑其一生平安，无论在何处都熠熠生辉。正所谓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善良是一种美好品德，对这个世界充满爱和善意的人，终究会被世界温柔地对待。不要欺负善良的人，因为这是天理。我不想替善良的人说话，因为善者自有天理护佑，无需我多言。在这里，我只想对欺负人的人说几句话：不要以为你欺负了老实人、善良的人，你就占到了便宜。实话跟你说，你赚到的那不是便宜，你赚到的是将来的劫难。要知道这世间的平衡法则，不会因为你一个人而改变。你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被拉进黑名单，那是因为你前面的人存下来的福报，还没有被你糟蹋完，被你消耗尽。你要明白，与一个善良的人为敌，本质上就是跟福德为敌，就是跟天理为敌。善良的人不是好欺负，那是因为善良的人愿意把便宜让给你，自己留下来的是福德。你能骗到他，你能欺负到他，并不是因为他傻，而是因为他愿意把信任主动交付，而你却把他给你的信任践踏成了自己将来的劫难。要知道，恶行结不出善果，污水当不了镜子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不为人知为己知。莫道恶行无清算，只因未到果报时。善恶终有报，苍天饶过谁？古往今来，多行不义之人，从无善终。有的家道中落，有的过早夭亡，有的妻离子散，有的淫苦病床，有的孤独终老，有的千夫所指。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请记住，恶不赦者愚，知过不讳者智。莫欺老实人，善恶终有报。不要肆无忌惮地欺负老实人。社会风气的堕落，从欺负老实人开始。不论是人还是动物，都喜欢欺软怕硬，都喜欢有选择性地对待不同的人。为什么说别欺负老实人？每个人心里都有魔鬼，只是老实人心头的佛在镇压魔。你对老实人的每一次伤害，都是在击垮这座佛。佛没了，魔也就被释放出来了。所以越是善良的老实人，被逼成坏人以后就越可怕。从小我们都被灌输要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，但是事实上总是一些聪明人道貌岸然，反而活得肆意而舒坦。老实忠厚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品质，但是现在实际的情况是，老实却成为了好欺负的代名词。薅羊毛永远捡老实人薅，忙的忙死，闲的闲死。老实人永远都是干得最多，永远都是理所应当的，永远都是各种情况的背锅侠。久而久之，再老实的老实人也会被逼得走向极端。老实人代表着心的最淳朴、最简单的一帮人，他们做事一老本行，不会拒绝别人的请求，也不好意思轻易地麻烦别人。做事情都会喜欢先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但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老实人被欺负多了，也会寒心，也会感到痛苦。身边的事实让我们看到，干活最多的往往不如和领导凑得近的，会干的往往不如会说话的。因为在聪明人看来，会干而老实，简直就是活该被欺负的原罪。你就算干得再好，你如果不奉承、嘴笨、实心眼，那么什么好处也会轮不到你。
反而会说你这个人不会来事，把你贬低的一无是处。如果再有点能力，那就更加的招人嫌了。我们不能就因为老实人软弱善良，就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们。种其因者须食其果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欺负老实的人早晚会遭到应有的报应，因为人善人欺天不欺，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古人尚且知道匹夫之怒，血溅3尺的道理，更何况是活在互联网 AR 技术、信息爆炸的时代新人呢？可维权的平台不胜枚举，无非是一直在挑战老实人的心理底线。人老实不代表就要坐以待毙，好脾气不代表没脾气。当心中的佛被魔征服时，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也会瑟瑟发抖。雁过留痕，水波留纹。有份算计别人的人，自己心也不安的，总会防着人家报复。有时候睡觉都得睁只眼闭只眼，何必呢？还是牢记这个吧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们都说老实人容易吃亏被欺负，老实人被欺负到极致会怎么样？最近几年大家的生活都很累，不少人心中多少是有戾气的。把人欺负急了会怎么样？那是不可预测的。把人逼到无路可走，一次次的挑战底线，老实人忍受够了，委屈的怒火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。一旦把老实人逼急了，连跪地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正所谓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给别人道路上种刺的人，自己未来的路也一定是荆棘满布。给别人道路上种满玫瑰的人，未来自己的路上也一定是花团锦簇。千万不要作罪，后一个惹老实人的人，因为这会是不可估量的灾难。老实人不傻，分得清真假；老实人不贪，分得清中间；老实人不孬，分得清好赖。种善因结善缘，得善果。因果报应其实就是因缘和果报。佛教认为，世间一切皆是由因缘汇合而成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两个人因为缘分到了，所以才会相遇；因为缘分到了，所以才会相爱；因为缘分到了，所以才会分开。缘分可以分为善缘和恶缘。当善缘遇到善因时，就会结出善果。这个善果，其实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报应。报应并不是只有恶报才算报应，其实好人得了好报也是一种报应。报应和缘分是一样的，也分为善报和恶报。只要我们知道善报和恶报的因果关系，就可以远离恶报，得到福报和好运。人生有5种福报：长寿、富贵、健康、好德、善终。这些福报是人人都向往得到的。如果你想要得到这5种福报，首先要知道福报产生的原理。其实这5种福报都来自善因，遇到了善缘而形成的善报。这3个条件缺一不可。如果善因遇到了恶缘，或是恶因遇到了善缘，都不会形成善果或善报。当你懂得了这个道理后，只要坚持去做一件事，就可以得到善报。这件事就是广结善缘，广种善因。广种善因，就是多去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，多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就会给自己带来幸福。得果报只是做善事，就只能种下善因。我们要想结下善缘，还需要做另外一件事。这件事就是不要去伤害身边这4种人，因为伤害这4种人的因果报应太大。
当你不去伤害这4种人时，其实就是在广结善缘。第一种人，修行的人。修行的人就是那些出家的僧人，或是修道的道士等等。这世间一切修行的人，都不要去伤害他们，因为你伤害他们一个人，就等于断送了百千万众生的慧根慧命。做这件事的果报是非常严重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佛教提倡要多去供养出家人的原因，因为你供养出家人，就可以广结善缘，就能起到为自己积德积福的作用。当你去供养和帮助修行人时，其实真正获益的人是你自己。第二种人，阴德厚重的人。阴德厚重的人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善人。因为善人经常做善事，你如果伤害善良的人，或是阻碍了善人做善事，其实你是伤害了自己。俗话说，经常欺负老实人会遭天谴。其实这里的老实人，指的就是善良的好人。记住一句话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。第三种人，生养我们的父母。古话说，生而未养，断指可还，生而养之，断头可换，唯生而养，百世难还。生养我们的父母，对我们的恩情是生生世世都还不完的。如果你经常去伤害自己的父母，一会招来因果报应。佛教认为，父母其实就是世间的佛菩萨。如果你伤害父母，就等于在伤害菩萨。所以今后一定要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。第四种人，圣人和贤人师长。圣人的责任是教化众生，无论圣人还是贤人，或是你的师长，都不要去伤害他们，甚至还要尽量去保护他们。父母是给我们生命的人，而这些圣贤们是给我们慧命的人。生命和慧命同样重要，像老子、孔子、释迦牟尼等等，这些圣人都不可以去伤害。除了这4种人之外，一切众生都不要去伤害他们。你伤害的人越少，帮助的众生越多，结下的善缘就会越多。将来善因遇到善缘后，福报就会越大。人若欺你，天必还你，作恶自有天收，因果报应无处不现身。你受的苦难和委屈，将来上苍都会以2倍的福报还给你。正所谓天欺人欺，因果不欺。你只管选择善良，其他的交给因果。无论遇到善缘还是逆缘，都是我们的缘法。他人如何对待自己，那是我们的因果。我们如何对待别人，那是自己的修行。对我们不友好的恶人小人，没必要羞耻白脸，听个你输我赢，只是忍他，让他，由他，逼他，耐他，不要理他。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世人不信因果，因果何曾饶过谁？善良积德福报多，作恶自找苦果长。人活着不要看不起谁，也不要自轻自贱，做好自己，清净善良，就是有福之人。愿大家敬畏因果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